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是需要跟大家来关注，就是乌俄战争到底终战是谁跟谁谈呢？这乌克兰好像被撇除在外。我自己个人也蛮关心这个国际事务，毕竟打了蛮久的时间，现在可能有曙光了，但好像又有蛮大的波澜呢。我们看到是美国跟俄罗斯2次会谈，现在似乎确定了。好，外媒说其实在25号，美俄代表团就会在沙国举行新一轮的俄乌战争的和平谈判。白宫发言人是说，川普非常有信心，可以在这个周完成这个协议，就是这个时间点，就是25号谈完的那个周。好，那当然，俄罗斯的副外长是说，普京跟川普会面正在积极的安排当中。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美俄双方呢是在积极安排在普京跟川普的会面哦。那这个是俄罗斯的副外长说，两个人届时讨论的议题不会只有俄乌战争。好，但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整个美国，川普、马斯克还有泽伦斯基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很多人说泽伦斯基跟川普几乎是撕破脸的。好，马斯克出来帮川普助攻哦，他现在说在 X 上面说这个泽伦斯基被开除了，说乌克兰人都鄙视泽伦斯基。那马斯克之前也说嘛，这乌克兰军人被送进绞肉机里，只为了赚钱，成为一种致富的机制。哇，他把泽伦斯基讲得蛮不堪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这个乌克兰的伤兵哦，他是跟这个乌俄特使凯洛格，他之前出访了这个基辅，就这个乌克兰的伤兵就当面问他说：“你认为可以相信俄罗斯吗？”好，那这个凯洛格怎么说？凯洛格是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只有说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是通过谈判画下句点。好，但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谈判总不会没有乌克兰的谈判吧？怎么画下句点呢？好，乌克兰苦战了3年哦，支持者现在上华府街头呼吁别让乌国成为一个弃子哦。但是这华府集结声援哦，现场东欧的旗帜飘扬，但是人数却明显的低于预期。那这个川普之前不是曾经跟泽伦斯基有谈说，干脆我们签一个协定哦，是跟这个稀土有关的。但是也说这个如果川普要乌克兰还500亿美元，要还多久？要还909年哦。所以《纽约时报》说，这新版的条约恐怕更苛刻哦，而且可能不但是剥夺了乌克兰用于国防军事的一个资金，而且还没有给予乌克兰任何的安全保障的承诺。好，那这个稀土的这个矿产协议哦，现在标普分析指出说，乌克兰有几处这个矿床蕴含的稀土，但是这些矿床都还没有开发哦，而且根据乌国的稀土浓度可能相当的低，或是难以开采。所以技术上而言乌克兰现在政府列举的所有部分金属元素，像是坦尼。这个还有像是磁铁矿等等，都不在17种稀土的元素上头。所以现在有一些阴谋论出来，像是乌克兰的流亡议员就爆料说，泽伦斯基都在吹嘘说乌克兰的矿产然后他认为是愚弄了川普，因为他的论点是所有的稀土矿产资源目前都位在正发生战斗的一个交战区，所以他说根本没有人会说这些拆凯的资本成本会是多少，所以他提醒川普要小心被骗哦，乌克兰只有焦土没有稀土。好，那当然欧洲现在真的是也被排除在外，不止乌克兰没办法谈，欧洲也没办法加入这场谈判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跟英国首相施凯尔下周要到华盛顿他们说要试图说服着川普不要不惜一切代价跟普京这么快的达成停火协议，而且他说欧洲其实我们要参与在里头好，但是法国政治家认为说，这个马克宏去到华盛顿，他觉得停留的时间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而且这个会被羞辱。好，他说欧盟必须更加睿智的参与和平谈判。那当然，德国在今天就要大选了，恐怕会重塑一个新局。德国今日要举行的是联邦议院的选举，在野的联盟党数月以来的民调都是领先的。那党魁梅尔茨有望可以当选总理。那梅尔茨是前总理梅克尔的接班人他坚定挺乌，然后说自己是一个德国经济的救星。好，我们就看看后续的这个大选的发展。好，但是川普吃相难看，现在习近平侧面打开了欧洲大门，所以中国援乌是不是能发挥一些作用？很多人认为说，川普现在跟中国大陆这样子交恶，反倒会让中国大陆在其他的安全例如像欧洲或乌克兰，是不是能让他们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好，我们现在问彬哥。
其实如果谈判真的像川普说，在1个礼拜之内就可以看到结果，那很显然的就是乌克兰完全被出卖。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谈判快速画下句点，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达成这个事情？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普丁对乌克兰的要求是极其严苛的。这个乌克兰这个协议如果真的签下去，乌克兰可能完全就变成被俄罗斯操纵的傀儡国。那这个是欧洲人愿意看到的吗？我觉得这个恐怕欧洲人很难吞得下去。但是你不吞下去，你又能怎么办？欧洲这些国家到底有没有想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去援助乌克兰？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大家只是吵个不休而已。那泽伦斯基未来的下场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协议真的这么快谈成了，我在想泽伦斯基可能要流亡，不然的话他恐怕在乌克兰是待不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凯洛格去被这个伤兵问到这个东西，其实蛮令人心酸。这个伤兵还在问说：“你认为俄罗斯可以相信吗？”其实我可以告诉这位伤兵，其实你现在应该要想的是，你认为美国可以相信吗？你们当初就是被美国卷入这场战争啊，那现在你还要相信美国吗？你相信美国的下场就是现在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还在相信美国，那恐怕就你很难脱身了。那川普到底有没有上当？其实你从正常的角度来看，如果乌克兰的那些稀土真的这么有价值，那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乌克兰都不开采？那可能是有技术上的问题，或是开采价值太低的问题。那特别是它至少一大部分的这个矿藏区，实际上就是现在俄罗斯占领的地方。那请问一下，美国未来要怎么样去保有这些矿产的价值？这恐怕都是川普要去跟那个普丁谈判。但更重要的就是，它到底值不值得开采？会不会到最后根本就是个空壳子，根本就不值得开采？那当然那是美国的事情。川普我觉得对他来说，他要的也只是在账面上对美国人交差。所有人都知道5000亿美金，你怎么可能从现在乌克兰要得回来？根本不可能。乌克兰这个国家已经残破了嘛，所以这些都只是一个账面的数字，只是让川普对他的子民有所交代而已。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乌克兰真的是现在这样一个结局的话，请问一下，你英法德你们这些国家有办法去阻止吗？如果你阻止不了，未来乌克兰变成傀儡国，那很明显的就会带给一个风向，包括周边的匈牙利啊、斯洛伐克啊这些国家。他们会觉得你北约也好，欧盟也好，恐怕是不值得依赖，因为显然这个世界又重新回到只看拳头、只看强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所以整个欧洲可能都会产生结构性的动摇。那请问一下，英法德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前几天开了一次会，吵了个半天没有结论。那这一次呢，马克龙去美国就会有结论了。马克龙可以说服得了川普吗？看起来好像也不行哦。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情况非常糟糕。那对欧洲来讲的话，现在也许去求中国，从中国这边绕着弯子去跟普丁是不是做一些协商，恐怕是一条路。那就看中国大陆有没有办法掌握这个契机。好，这个局势很复杂哦。不过川普说，这个美俄2个人谈就可以谈出乌俄战争的终点站哦，似乎对乌克兰真的蛮不公平的哦，大使。所以川普讲说是你自己要把这个战争赢起来啦。对不对？你自己可以在开战2个礼拜，你就可以把这个战争停下来，是你自己要打的啊。所以川普是说，我是美国总统，我顾及美国的利益，我有什么不对？你作为乌克兰的总统的话，你应该维持乌克兰的利益嘛。对，你没有那个条件，你自己要打到最后，现在川普怎么说这个泽伦斯基呢？他说你就是一个喜剧演员，而且呢，你想借着战争发你的不义之财。而且呢，你是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对啊，所以川普根本看不起泽伦斯基啊，看不起泽伦斯基，他为什么要支持泽伦斯基所领导的这场川普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出卖跟不出卖的，对，你自己愿意被美国利用啊，对，你自己认为自己是怎么样，你去引起了这场战争。你知道很多红线不要去踩，结果就是要战争，你还是硬是要往这场战争进行。所以泽伦斯基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个马斯克讲说你已经被开除，是被谁开除？是被美国开除，美国对你不信任，而且呢现在还要你还钱，还要你还5000亿美金。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对川普来讲，我为什么要支持你？
支持你对我美国有好处，我就支持你。现在对我美国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干嘛要支持你？所以呢，明天就是俄乌战争3周年哈，这里面乌克兰损失最惨，哎，这个国家经济残破，然后国土变成一片焦土，然后呢，年轻人搞到现在18岁就要上战场去当炮灰，然后呢，平均年龄43岁的部队在前线在那边死拼，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还是领导人。领导人他坐的那个位置以后如果他是如川普这样形容的话，那今天乌克兰有这个命运的话，是怪他们找到这样子的领导人，对，所以完全不了解国际现势，然后还会觉得说，哎呀，你对不起我，对不起，川普没有必要对乌克兰人负责，他是美国人选出来的，他只要对美国负责，所以你自己去期望说你自己的命运本来就是美国要负责的，没有这种道理，是。美国是你可以选择的，你也可以不跟美国合作。那所以今天这个乌克兰今天这个情况我们3年前就看到了，会一直在讲，我们从来一点都不意外。而且呢，泽伦斯基有没有拿钱？我想乌克兰人民将来会跟他算这场账的，很多钱都不见了，所以这些人想做的战，所以历史上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不对？泽伦斯基得意的时候，走到哪里，大家都给他什么 standing ovation， 是在鼓励他什么？鼓励他们帮他们自己的那些外国人鼓励他，都是鼓励他帮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干嘛？去整俄罗斯。你自己要做人家的代理人，然后用你的土地，用你的人民，别人为什么不用？别人就给你点钱，给你点枪，你就拼了命所以呢，我想就变成就是说在台湾也有一批人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台湾是乌克兰，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台湾有泽伦斯基这样子的喜剧演员。好，但是这种场景看起来，可能未来也有可能这样子所以借鉴一下，我们大家要有自己的本位主义的意识好，舰长。其实我们要知道川普的意向那当然，川普一天到晚发这些在社群媒体发一大堆说法。不过有关于跟乌克兰的部分他通常透过谁来讲？他透过马斯克来讲。我们看看马斯克是怎么说这件事情的。马斯克呢，其实他在他的那个 X 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其实现在这一个泽伦斯基他是没有民意基础的，而且他们明确的指出他的民间支持度只有4%。那当然有很多的民间团体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甚至在台北所召开的海法克斯的台北论坛的时候，这个乌克兰的民间团体也这么说那不过呢，他说如果说他的支持度真的是超过50%的话，现在就选举他就变成最新的民意，他为什么不敢选举？另外有关于贪渎的部分他也就讲成这个部分，庞大的贪污机器找到了和平之路，所以这个是川普真正的心愿，就是不要让这个贪腐继续下去了。那至于说这个国务卿卢比欧说他说其实泽伦斯基有没有他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泽伦斯基手上根本就没有筹码。我们看到谈判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讲，这个是买家跟卖家之间其实存在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呢，其实我们叫做协议空间。这个协议空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筹码是多少，然后这一个成交的线才会在这边。如果是有利于买家的话，它就会向买家要的，当然是越低越好，就会向买家这里移动。如果说是卖家的筹码多的话，它就会向右边移动。我们现在来看看上一次在沙特阿拉伯所召开的这个有关于会谈的时候，这中间就已经没有俄罗斯的代表了，然后对不起，乌克兰的代表。那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一张，其实这张照片非常清楚的捕捉到川普对于泽伦斯基的不满，泽伦斯基还像一个小孩一样不断的在顶嘴。你看川普的眼神就是在告诉他，你再讲
那泽伦斯基是不是有不断的来更改他的这个有关于协议的内容？我先跟大家报告啊，在2月的上旬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每日电讯报》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一份协议出来了。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看2月10号的时候，其实又有一份协议，那也就是泽伦斯基不断的在改变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他企图从这里面能够获得更多的筹码。但是我们讲说这个稀土啊，不如我们看一下有关于产油跟天然气的部分。这个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部分，其实有部分的产区啊不在现在俄罗斯的那个掌控之中，还有乌克兰西部这个地方也通通都有。那我们是大家都对于川普是了解的，他之前怎么讲呢？他之前讲 drill baby drill， 就是不断的钻油。如果他把这一些油跟天然气直接的供应到欧洲国家，他是不是赚的更多？而且连液化天然气都不用直接的输送到这个欧洲国家，他一样可以坐收这个地缘政治的所有的那个权利以及经济的成果。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关注美中之间的一些交战哦。现在真的是隔空在喊话。我们先看到的是川普在出手，包含是威胁国安。川普签署的备忘录里头有说，包含要限缩中国在战略领域的投资，像是半导体啊、人工智慧、量子生物技术跟航空航太等等哦。当然都会加剧了美中经济的紧张。不过中国大陆商务部也不是好惹哦，他们在22号晚间有回应说，美方的做法是缺乏国家安全的概念，有歧视性，是典型的非市场做法，而且会打击华人企业对美的投资信心哦，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好，但是川普这边还是有提议说啊，对于使用中国制造的商船要进行收费，而且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美国产品必须要使用美制船舶来进行运输。那说这样有助于抗衡中国的海事霸权啊，重振美国的造船能力。但中国商务部也是说，他说停止美国内产的这个发展问题甩锅到中方的头上哦，他认为这是对于体制上面的进一步破坏。还有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副总理是跟美国的财长来视讯哦，你可以看到这个何立峰跟贝森特首度视讯通讯哦，就双方的经济问题正进行了深度的交换意见。那中国大陆官媒后来也总结了北京的态度哦，他讲到一个很关键，他说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好，美方后续还有其他行动哦，所以中方必定会采取更加坚决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好，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不只是跟中国大陆有交战，其实他对墨西哥最近也说，只要你把征收关税一事哦，只要这个墨西哥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我们就能避开就是我们之前说要对你们征收关税的事情哦，现在似乎想要联合墨西哥来打击中国大陆，但你之前就已经跟人家说要征收关税，虽然现在是延长30天哦，但是人家会理你吗？加拿大也一样哦，这个马斯克对于加拿大也是蛮强硬的啊。那加拿大这个对于马斯克现在想要取消他加拿大公民的身份，已经有一个这个联署了议会请愿书。然后呢，到周六晚上，这请愿书已经获得了加拿大各地34000多个签名哦，准备交给国会来进行审议。所以现在加拿大跟美国关系也是紧张哦，包含他们在这个美国国歌演奏时发出了嘘声，这是在冰球比赛上面哦。所以美国现在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这个敌人哦，还包含的是温哥华知名脱衣舞夜总会阁楼当天在招牌上面写着加拿大湾非同凡响哦。那后来呢，这个加拿大是以3-2战胜美国夺冠，当然会更热烈的狂欢嘛。甚至加拿大击败美国队之后，川普就说：“这个杜鲁道是 loser 啦。”那这个杜鲁道也发文说：“你无法夺走我们国家，也无法夺走我们的比赛哦。”哇，看起来这个交战蛮强烈的。好，另外呢，川普呢也想要取代加拿大汽车工业哦，那要花多少钱呢？有人算一算哦，就说哇，这花不少，而且可能会先把他们自己本土化的一些福特汽车啊等等的先搞垮哦，说光是要关掉这些9家的
工厂成本就会高达45亿美元哦。整个产业纳入美国国内的市场，保守估计就是花500亿美元啊，耗时10年哦，这公司会先一个个破产。好，我们还要看到是股神巴菲特哦，他最近呢也喊话川普，他是在这个年度股东信里头喊话哦。不过他其实过去蛮少谈政治，所以大家可以说，他谈的这件事蛮罕见的哦。他有写到说，希望政府要善用纳税金，照顾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无辜人，还有维持稳定的货币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巴菲特可能对于接下来川普的这个新政府是有一些的疑问吗？这恐怕是因为他毕竟有钱人嘛，有钱人最怕就是钱消失，所以他是不是也是很担心川普的新政局呢？好，我们先请问彬哥。川普现在还是一步一步在去兑现他的竞选承诺，那他要把这些工厂全部都搬回到美国来，那甚至在造船业方面，他还想要重新提升美国的造船业。可是他用这一种，就是对你使用中国大陆商船你就加税，那你使用美国商船我就不收你税，这种方式会有用吗？我个人认为这个有用的程度恐怕很小。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造船业太烂了，这不是光靠这样就可以救起来啊。你要知道2023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在远洋这种大型船舶这边，美国造了多少艘你知道吗？不到10艘，中国造了1000多艘，它是你100多倍。请问一下，你怎么可能靠这样子就把它救回来呢？美国造船业为什么会凋零？川普有去仔细考虑到这中间发生什么事吗？就是因为你的成本节节高涨嘛。你的成本节节高涨之后，发现在美国造船根本划不来嘛，所以人家才要把先是搬到韩国，后来搬到中国去嘛。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为什么你的产业开始没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靠加关税就可以回来。你就算加了关税，人家被迫在美国造船好了，那问题是你成本高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啊。你的人工就比人家贵很多，那甚至你的手工人，因为美国已经荒废了这么多年，你的手工人去哪里生？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前苏联时期，苏俄也是造船大国，他的舰队也是造了很多船，他也造了航母啊这些东西。可是等到冷战结束了，他因为他的经济整个重整，然后军工就荒废在那个地方。等到后来俄罗斯要重新再造船的时候，不会造，因为没有人了。那些手的工人都已经老了，都走了，然后也新一代的还没生出来，所以俄罗斯打摆子了很多年了，新船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些工艺都丧失了。后来还是骗了印度人，假装说印度说，我送你1艘航母，但是我帮你整修好，那整修的钱你出，航母本身我不要你钱。结果印度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结果后来呢，印度花了比买新航母更贵的钱去跟俄罗斯拿到了这艘航母。那俄罗斯在干什么？俄罗斯就借这艘航母再重新练自己的工艺，不然他很多工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你美国想要在短时间之内靠这样子把你的造船业重新建立起来，我个人认为根本就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我觉得川普大概恐怕要去想想别招了。那至于说你现在靠去向加拿大、墨西哥征税，甚至要求他说，那不然这样，你去跟中国大陆征税，我就不征你税。那加拿大跟墨西哥会不会点头呢？我觉得某一部分的产品可能会，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产品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得谈。那你看，川普其实在干嘛？你知道，他一开始讲得很狠，我要即日起要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各收25%关税，可是马上又说延长1个月。我想接下来他还会再延长，你相不相信？他会继续延长，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战术而已。那至于你说希望把加拿大、墨西哥境内的这些汽车工厂都搬回美国来，还是同样的问题嘛？人家当初为什么要搬出美国？就是因为在里面生产不好。那你现在你硬把它搬回来，那我觉得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美国消费者的所有费用全部都会大增，你的汽车价格会变得很昂贵，会让美国人民买不起汽车。那川普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反扑吗？就看他能不能出新招。好，这个川普拿关税来治百病哦，但是这个治百病有没有根本医治哦，才是个问题。大使。对，因为川普其实他现在川普2.0啊，他的关税战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不是为了抽税啦，他就是要把制造业这样赶回美国来，拉回来。所以拉回来。那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这2个国家首当其冲，因为它跟美国有这个自由贸易协议哈，所以就等于说加拿大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大部分都免关税了。然后这个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产品也大部分免关税，
所以美国把它的税提高，比如对中国大陆的税这个关税提高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把怎么样工厂设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当然墨西哥比较多了。所以美国本来要制裁中国大陆，结果呢得到好处的是加拿大跟墨西哥。这个是川普 2.0， 川普大概才想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发觉这个整中国大陆，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没被整到，可是也没得到好处。美国这边得罪了中国，结果好处是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拿走了，所以他现在加拿大跟墨西哥是逃不掉的，一定会出手的。只是加拿大跟墨西哥呢，加拿大嘴硬，可是呢胆子很小。因为汽车还没开始动手了，25%关税还没动手，可是川普已经对什么钢铁跟铝这2项产品已经下手了，已经开始征25%了。你知道损失最大的是哪一个国家？就是加拿大。加拿大钢铁这个最大的这个外销产地就是美国，铝也是。那这2项产业就是加拿大很重要的外销产业，现在已经受了重创。所以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只是嘴巴在讲，根本就不敢对美国采取任何的报复措施。所以呢，我觉得川普基本上根本看不起加拿大。他现在在他的 True Social 里面叫这个杜鲁道，从来不叫他 Prime Minister， 都叫他 Governor Trudeau， 杜鲁道州长。杜鲁道，川普只要讲到杜鲁道，就是他州长，然后每天还在消遣加拿大说，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美国的第51州。因为这一次的 Hockey， 美国跟加拿大打的时候，川普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一定会赢的，不过也没有关系，反正加拿大很快就会变成我们美国的第51州。然后呢，这个杜鲁道，因为事实上的话，加拿大这个川普对他本来就不太喜欢他，因为这个人性格上很不成熟。然后呢，这个长得很帅啊，所以就是一个花瓶嘛，就是一个花瓶嘛，对。所以呢，他的情况下，他也马上要下台了不过现在加拿大民间倒是有一些对美国的一些反感，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到底这个加拿大会不会变成美国第51州加拿大会不会投降我想未来大概3-5个月就会比较更清楚一点。好，监长。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开始有案外包，就是将这一些又累，然后又辛苦，然后双手会弄脏的工作有案外包。有案外包其实都来到了东亚。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去年所有商船的订单，中国大陆拿到的超过45%。那对于另外一个国家韩国的话，大概约略在25%上下，日本大概就是15%到20%左右，也就是东亚的这3个国家掌控了整个世界90%以上的订单。那美国是多少呢？美国连1%都不到。那我们知道这个造船本身它是有递延效应的。我们讲到去年的订单，最起码3年之后它才能服役。那意思也就是什么？我们讲的是商船就是如果是按照川普这样，也就是在川普4年的任内，几乎所有的每一艘商船通通都要额外的课税，那最后引起的是什么？那就是全球的通货膨胀，不是吗？那美国的造船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直接的看军舰就好。那军舰呢，其实我们讲到说美国的参议员直接讲到美国海军正在调查26艘的军舰，其实它的悍道都出现问题。好，接下来看看刚刚来宾也提到的泽伦斯基现在的处境，当然是无比的艰难呐。昨天不是传出来，泽伦斯基已经服软了，他愿意签那个协定了，结果现在又卡住了吗？川普说原乌没有回报，不公平。美国给了乌克兰多少钱？在拜登任内有3500亿美元，欧洲以贷款的形式给予援助。但是美国呢，曾经有一位愚蠢无能的总统跟政府，所以什么都没拿回来。他现在要拿回来，要收保护费了。那这个协议呢，本来跟第一个版本据说根据外媒的报道，甚至更严格了。因为第一次泽伦斯基不愿意签，结果现在要签的话，加了更多的条件，包括要求乌克兰把自然资源收入的1半交给美国。因为以这个数字比例来讲，去年才大概4亿左右，但
川普要的是5000亿耶哦，其中包括了矿产、天然气跟石油这些港口啊，什么收益，通通都要包含在内，还要投入一个叫基金成立起来啊。美国在这个基金持有100%的财务权益，全部都是美国的就对了啊。那这所有的钱进到这个基金，就等于是美国所拥有。其中多加一个条件，包括如果和谈之后，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被归还了的话，被收复失土的资源收益66%要投入基金，也就是说，我如果帮你把部分土地拿回来的话，你要给我算是 bonus 啊，你要给我钱，代表我帮你做的事情的回馈。美乌矿产协议，泽伦斯基被传出来，还没准备要签字。消息人士表示，川普很不开心呐，目前没有要接受，还在想办法进行修改啊，增加建设性内容，例如提供安全保护。因为从头到尾，美国都没有提供这个部分。那卢比欧生气了，他也应该也代表着某种程度川普的不满。他说，泽伦斯基在这个矿产协议上出尔反尔，感觉是在耍美方一样，这点让我们非常不满。所以说要签，现在又不签，那么看起来他没有要给泽连斯基任何谈条件沟通的空间，所以美俄马上又要见面了，隔了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才见完第一次，而这第2次的沟通和谈仍然没有乌克兰参与的空间。25号在沙特阿拉伯雅得要举行，那么这次俄罗斯的副外长说，普辛跟川普会晤筹备正在进行。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有信心这个礼拜本周就要结束俄乌战争，画下句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对于俄国推反向尼克森外交路线跟中国想办法要提出一个分歧，跟这个不同的押宝来离间川普俄中之间的关系，有办法做到吗？俄中在2022年宣布了友好关系，也是拜登极力推动之下的结果嘛。那现在说是关系好到没有上限的合作，所以可以挑拨吗？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尤其像这个经济、晶片、机具这些军事产业的合作，已经到了非常密切的地步。川普跟普京的会谈引起的，当然还有欧洲的不是滋味啦。欧洲很担心，这种形容叫做美联社的报道是被抛弃的担忧。川普身上很多人看到一个放弃传统美国对规则、世界秩序的看法，就是美国价值变了。那么采取以民族主义啦、大国博弈啊，或地产商开发的这种概念啊，来做国际关系的沟通。所以当川普跟普京越来越好的时候，欧洲呢？欧洲靠着美国安全保障达到80年了，这一刻却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何去何从。德国的大选是今天召开的在德国的众议会大选里头，到底有没有可能命运改变？美国介入啦，包括了这个马斯克去支持右翼的资金啊等等的。今天的大选，新政局也攸关欧洲命运，因为它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现在经济却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被说停滞不前的经济，随便呢细数这几年来经济成长，只有1年突破2，到25、25年呢，预估经济增长率只会有0.3%。因此，在各种的压力，尤其川普要因应之下，欧洲很多的国家希望德国能够赶快站起来，然后来领导欧盟。但这种不确定性，现在还要看今天大选的结果。而法国呢？法国同样面对了很多的困境政治的动荡。马克宏目前的国内政治这个影响力正在被减弱当中。智库的研究分析认为，这个法德火车头没有发挥作用，才是欧盟现在最重要的弱势的原因。美国借选削弱领导地位，这个4点党他们国内都在喊不公平的地方，欧盟却很头痛，各种不确定性。甚至马斯克的角色来看看支持德国的右翼，包括金钱啊、言论啊，都是。现在有一个公开这个曹新成要看的新闻，马斯克宣布去年6月就被发现跟一个24岁的德国女网红过从甚密，女生要告 DNA 鉴定了交流44以上，那甚至孩子是不是他的要做 DNA 的鉴定啦等等，但马斯克在德国这次选举的影响力，用钱下去砸，很难说结局会是如何。亮哥，川普这一连串的动作，看看乌克兰。那个矿产协议，听说下礼拜就要签，所以川普又要吹牛了，说下礼拜俄乌战争就结束了这样。
那目前越签越差啦，真的。目前听说是整个要成立一个基金，然后里面的所得有66%要弄到那个基金啊。那本来是50-50啊，现在变成66对34。这个我听说川普对泽伦斯基做了一个威胁啦，说你如果再不签啊，我就不让你用星链。公开的呀。对，那如果这样呢，乌克兰就不能上网啊。这个影响可大了，这个还会影响他的战争呢，他什么都不管。所以我觉得，坦白说了，我那天看到赖清德在那个加拿大那个论坛啊，对乌克兰的状况一个字都没提，不敢提，不能提。是啊，那你在那边鬼扯民主阵营，乌克兰是这个状况，你不觉得太脱离现实吗？对吧？哈利法，你们不是说要捍卫自由，结果现场没有一个人在提乌克兰呢。我去年11月还看到蔡英文去加拿大的哈利法斯，他那个时候还在讲，民主阵营要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去年11月啊，那现在才2月，现在乌克兰议题全部不见了，而且乌克兰是跟台湾最有连带的一个议题，现场没有一个人在提，所以我说，反正这个大家都看得懂啊，就知道赖清德你也不要去吹牛别的啦。民主阵营现在定义是什么？加拿大吗？加拿大能够联动美国吗？51州吗？哎，太惨。那然后那个反尼克森啊，我认为联俄制中这个是想太远了啦。这个异想天开了，我认为川普充其量只是第一个就是结束俄乌战争啊，第二个让俄罗斯正常的回到国际舞台啊，那美国希望俄罗斯不要跟中国走太近，主观啊，可是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已经是结构性的了，比如说贸易，俄罗斯跟中国的贸易2400亿美元。跟美国的贸易不到30亿，你怎么弄啊？然后俄罗斯的科技也是被制裁的，是，所以它的大量的晶片都是从中国购买。俄罗斯在联合国的提案，就是中国在支持啊，不然美国要投给你啊。那俄罗斯所组的各种多边联盟，中国都是成员，所以我认为这个也不用太异想天开啦。就顶多就是让俄罗斯正常化，回到国际社会。那接下来再看吧，大概是这样。泽连斯基过去我们大家印象很深刻，他一直跟美国啦、欧洲要越来越更多的支持跟钱不够，还不够，或者是说啊，如果到时候我要重建，欧洲啊、美国要帮我出钱。现在整个倒过来了。《纽约时报》的公布就是，他们收集到川普提出的最新的矿产协议，其实跟前一版没什么差别，那跟这个补充一下，他的解读是，这个基金所有的乌克兰的这个收入都入这个基金，然后乌克兰还要自己往里面放钱，对，要达到5000亿美金，而美国对这个基金是100%，它的收益100%的掌控。那不过我讲句实在话哈，其实因为这是西方媒体、欧洲媒体，他现在看的都是这个过程，安全、矿产、基金。那我讲句实话，其实大家就是要结束战争，和平停火。那你怎么样的方式，最快的方式，能够让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绝对优势的俄罗斯的军队，让普丁能够停火停战？他目标是4月20号。你在一个谈判桌上，如果加了乌克兰，加了欧洲，这个谈判要谈到什么时候？那同时，美国要利益，我跟你讲，如果今天还是拜登连任的话，如果有机会停火，他一定会把话讲得冠冕堂皇，但私底下跟你要足了所有，可能都超过现在川普所要的利益。其实老早在战争期间，去年的时候，美国的黑石基金就已经跟乌克兰政府签这个协议，就战后的重建由他来负责。
重建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出现哦，现在只是谈矿产而已。所以德国就很生气，那个矿产应该是用来在乌克兰的重建上面。所以讲句实在话，其实川普你叫他真小人，他就不跟你遮掩，他把价格就摆在台面上。其实其他的美国的政府，基本上我觉得只是在台面下，那台面下你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被 A 走的东西可能更多。欧洲在这一次的角色最尴尬，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德国选举好重要，因为刚好这个过程，我觉得它会欧洲选举的投票会有影响，不见得绝对会像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看的民调一样。那基民党一定是最大的赢家，可是他能不能过半不太容易。可他跟这个另类选择党两方都放话，绝对不会合作。好，不过这个德国的政治，这个绝对不会合作，并不代表将来不会合作。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欧洲必须要面对，就是在俄乌战争，你之后的重建安全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之后整个欧洲的安全，你还是不是要依靠美国？基民党的领袖梅尔兹他就前天讲，欧洲人要思考如何不要在依靠美国的保护之下维持欧洲的安全，而德国要开始和英国跟法国讨论德国加入他们两个国家的核武保护伞。其实这两天比利时跟德国有智库就说，就战后德国如果能够有2500亿欧元，大概是2100多亿的美元，就可以维持自己本身的军队，所有国家大概这个 GDP 到1.5%的国防预算支出，就可以维持这2500亿欧元。那但是呢，当然川普不会让你这么简单的去做到的，他只是讲要你北约增加国防预算，但美国的利益在北约在欧洲还是非常大，他不会这么说走就走的。朱老师，不管是乌克兰或是欧洲，也都该醒了吧？当然，川普这一席话说，第一个，你们不应该发起这个战争；第二个，泽伦斯基是一个这个独裁者，我相信会让很多乌克兰人是非常的痛心。那包括欧洲人也会非常的愤怒这种被盟友出卖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就是说，现在乌克兰在面对这个非常残酷的局面，他最后的希望是什么？事实上，基辅独立报最新的报道是说，2月24号开始，这个泽伦斯基会组织一个专家团队来认真的研究这个所谓的天然矿产的这个协议。那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完全拒绝嘛，那他可能也没有拒绝的空间，但是他在这里头看到的一个希望是什么？就是美国会不会派兵到乌克兰来以所谓的守卫这个天然矿产的这个名义来，那这是他要的安全保障。事实上，如果说美国会不会派兵到乌克兰来，是一个大问号，是一个没有完全排除的可能性，但是几率又很低的话，那么现在几乎已经箭在弦上，就是欧洲可能会派部队到乌克兰去。现在的这个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英国跟法国大概会组织大概将近3万人派到乌克兰去。然后这个施凯尔就是英国首相跟这个马克龙法国总统，马上接着下个礼拜就会到美国去见川普，要讨论这个方案。那这个讨论这个方案里头，当然就是第一个这个是说很清楚的一个未来派兵到乌克兰去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未来这个美国的角色是什么？美国不派兵到乌克兰，但是美国他们会期待美国或者跟川普谈判，让美国扮演一个协助的角色，比如像说在邻近的国家，乌克兰邻近的国家部署所谓的防空系统，作为一个备援部队。如果欧洲的部队受到这个俄罗斯的攻击，那这个美军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协助的角色？这个大概会是下个礼拜我们看到谈判的重点。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说是叫反向的尼克森？第一个，你看华尔兹就是现在的这个国安顾问，美国的这个国安顾问以及卢比欧，他们基本上都是重亚太而轻欧洲，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最大的这个竞争对手是中国大陆。那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头，他们当然就是所谓的一个联俄制中的一个想象。那么现在你看，就是说现在美俄之间很有可能在2周之后又展开下一轮的这个磋商。磋商什么事情？磋商乌克兰的和谈吗？不只是这个，还要谈中东的这个和平，还要谈什么？还要谈就是双方的这个限武协议。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已经等于是把美俄之间的谈判变成可以处理到很多全球性的事务，就提升俄罗斯的角色嘛。包括川普也讲说要把俄罗斯重新邀请回这个 G8。俄罗斯被踢出 G8 是什么时候？就是2014年克里米亚这个独立之后，那个时候欧洲开始切断跟俄罗斯的这个在 G8 上的这个互动。所以俄罗斯就变成从 G8 变成了 G7， 现在川普就要把它拉回来，这些都反映了一件事情，他要让俄罗斯重新去扮演一个可以被西方所接受的这样一个大国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当然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决定，未来会整个重新改写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川普要改写所有的事情，包括国际规则，或者是跟美中的关系吗？这个美中的科技战法，昨天我们新闻里就看到了说，川普又签了一个加强限制中国大陆在关键的领域投资在当地美国的这个组织里面。CFIUS 限制的各种投资项目，那代表的就是他担心他认为各种的科技技术是从美国偷去的，1个世纪都被中国大陆给偷走了。但现实是，现在美国境内有这么多华裔的科学家正在支持着整个科技产业，所以当大陆制的商船，美国也考虑要加税100万美元，要回到美国制造。问题是，美国的船产这个船的制造如何的没落，又怎么来做竞争跟对抗呢？而联手施压北京，说墨西哥也要加入。好。墨西哥的关税不是说延后来做决定吗？他现在跟墨西哥这个，根据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墨西哥如果可以跟上美国对于中国苛征进口关税的这个做法跟比例的话，那可能墨西哥就可以免税，免得被提高关税啦，这个概念。但中国大陆也回应说，美国如果限制中国的双向投资呢，会采取必要的手段，没有要软回应。他们的强调是也会合法权益的情况之下，要求还呼吁川普停止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那马斯克、川普都还有很多的任务，川普一再的赞扬，哎呀，马斯克干得很好把他要求的任务，他认为呢要更积极减少政府开支，因为要救国家。结果此令一出，马上马斯克做了一个动作，发 mail 给所有的联邦机构员工。员工里头收到这个封信，万一你在出差或是你没有马上看邮件，那就完蛋了。这个是过去他经营企业的这种手法，用在了政府机关写出这过去1周你所完成的任务5大要点，不能写多5大要点，清清楚楚。如果没有马上回有成绩单，2月24号午夜11点59分之前没有回复，你就自动表示你要被开除了。那如果回得不好，你回的内容不好，可能也是被开除的原因。哇，这个铁血的做法就把他企业这套完完全全的搬到联邦政府来裁员。马斯克当然意气风发他到阿根廷去访问的时候，阿根廷总统送了他一个电锯，看看送电锯是什么概念？现场的画面，这个电锯是个红色的铁电锯，他还大喊口号，听得到他的口号吗？他口号叫做“对抗官僚体系的电锯”就是代表阿根廷总统米雷伊给马斯克的这个礼物啊，同路人都要来用电锯把政府给砍掉砍掉什么呢？然后因为马斯克最近跟川普关系非常非常密切以至于引起加拿大最近非常愤怒美国要把他纳入51州昨天我们讨论那个冰球比赛，还被他们总统发言人酸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民调甚至已经民众发起国会请愿书，要求把马斯克的加拿大身份给取消了，撤销公民身份了但马斯克呢，他的做法是上班当奶爸，不知道，当然很多媒体分析说这种做法是真的小孩没人带吗？不可能吧，这首富还是带小孩爬走去参加，连跟川普的会议都带去，似乎也是在展现一种荧幕形象那当然大陆的部分跟美国的竞争跟博弈里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登场，大家都在看 DeepSeek 影响是什么。虽然没有直接见到他的团队，但所有的展出厂商几乎都跟他的这个供应链规模应用有关，包括大陆的工信部副部长公开讲，中国开源参与者数量已经位居全球第2了。
近期以来，开源大模型技术呢更加快速度 ，AI 产业起飞。那么，所以杭州七龙珠，本来是6龙珠，现在又有7龙珠了吗？又一位杭州创始人被说是一个科技宅男啊，站在台上一看，讲话有点紧张呢，包括穿着打扮、发型，通通都比较宅宅呀。结果这个理工男呢，戴着眼镜，他特别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最新的 AR 眼镜。我所有的讲稿都被消失了，就在眼镜上。那以后蔡总统、前总统了啦哈，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字幕机了哈。他用手上有个戒指就可以完成翻页啊，等等的。跟王星星、DeepSeek、梁文峰韩碧城都在家里吃饭过，被称为杭州6小龙。这里有段谈话，听听他怎么说。我自己的发言稿就在我这个眼镜上，然后我的翻页就是通过手上这个戒指完成的，所以没稿子。天宫1号上用的就是我们的眼镜，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上太空服役，也是唯一现在在太空正式服役的 AR 产品。今年年底，像美国的 Meta 公司也会推出带显示的产品，但已经落后我们差不多1年的时间。非常自信告诉大家，这绝对是代表全球最先进的技术。零半科技这个科技宅男又有一个新创举，灵魂伴侣。被说是杭州的第7颗7龙珠，新质生产力，各种产业都很火热，地方政府金香的，包括 AI 啊、机器人啊，春晚上表演机器人还被租去，现在很贵啊，31个省份都在做，所以在 AI 科技上面、机器人上面，美中在拼什么呢？美国还是要把传产拉回去，但看起来中国大陆看的可不止如此。亮哥，看来川普是要硬干啊！我刚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他跟那个缅因州的州长那边对干那缅因州的州长也很强悍啊，就说你就准备到法院吧，然后川普就跟他呛说：“我知道你下一届选不上了。”没有说我罢免你啦，台湾的话，反正就是这样，两个对干。是那个缅因州州长就说：“你川普做的一些都是违法的，所以我不执行啊。”我觉得很多他现在都是这样，比如说马斯克前一阵子不是要买断，请你自愿来退休，然后发给你8个月的。问题是这个预算在哪里？有些人会怕嘛。可是目前自愿提前退休的有6.5万人，这么多啊？对，整个联邦啊。可是就是200万人，他200万人请你自愿退休，那你只要愿意，我就多给你8个月。这个坦白讲也是在法律边缘啊，所以那个联邦员工的工会就要告他嘛，他不管你啊，那现在就裁员，就优先裁没有参加工会的，走法律边缘，还是继续裁啊。CIA 大概有2000人，现在也面临这个状况，那很多人都很忧虑了，说你把 USAID 也干掉，民主基金会也干掉 ，CIA 也干掉那么多人。那美国的海外利益会不会保不住啊？比如说要干脏活要找谁啊？之类的啊，他不管啊。就你看川普讲那个话，很好啊，做得很好，要做再更积极一点，所以这封信就出现了。这个太可怕了，真的很可怕。很多美国企业以前这样，但现在政府都这样。结果现在 FBI 站出来，叫联邦员工不要回他。你敢吗？不，他讲了，他能够管的只有 FBI 内部嘛。就是叫 FBI 的员工不要理马斯克。哇，那集体裁掉吗？那本来就对干了嘛。就说如果我 FBI 的员工每一个人都不写，哇，我这几天在干嘛，我就看你马斯克怎么办。那真的要集体耶，万一比例太低就麻烦大了。现在就是这两个声音都出现了嘛，就是马斯克那个信也在公开，那 FBI 也公开这样干。乱，这个国家真的是有很多都不可预期了。那很多人受到波折，然后现在想要办点什么事，他就不知道他要不要上班。联邦员工他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要上班，所以这个给人家感觉美国在搞一种革命啊，这个反官僚的革命啊，那使得美国的不确定感越来越重了。可是还没有结束，因为他还没有说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没有，还在扩大那还要更积极啊，川普。因为你看那个川普总长，他是黑人，他帮黑人说我深有感受，同理心，对，结果就被盯上了，就这样啊。
不然那个是很好的参谋总长。是，所以现在要裁掉也没什么道理，要是没有马上回邮件就裁掉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人士的大瘦身不是用普通制度啊，是像马斯克一样拿电锯来锯的。我们在国际关系上讲，个人呢要对国际事务影响，除非你是个国家的元首或者外交部长、经济部长，否则你这个企业家或者是慈善家或者是宗教家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不是那么全面性。但马斯克现在真的是例外，虽然他是有一个身份呢。效率部的部长，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再加上背后川普现在到目前为止对他的权力的欣赏跟支持，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的相近。但是像这样子的情况，我就举例啊，你知道川普就职的时候，马斯克加上贝鲁兹加上那个脸书的老板，加上阿马总，三个人加起来，他们的财产将近美国所有资产的6%以上。而从去年11月5号，这个11月2号到1月20号，他们三个人的公司加起来增加了2600亿美金。所以，其实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所谓的金权政治。这个政治上，民主政治上，能不能去把这个政治人物跟政党跟这种金权太有钱的人做一些区隔？韩国其实是在这么做。如果你一旦中间有任何的关系的话，你可能就会失去你政治人物的资格。日本人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律规定，政治人物绝对不可以跟黑道有任何的连结，否则你要马上就失去你的身份。我们台湾所谓的智商理事会上面，全部都是政治人物，我就搞不懂，一些政治为什么在上面呢？所以金钱跟黑道，这个其实我们讲的黑金嘛，你要怀念蒋经国时期。这个时候，台湾虽然不像是马斯克这样子，虽然不像是所谓三口组这个样子，但是呢，现在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像。